你们共产党从建党到现在就是一部杀人史、贪污史、卖国史，你们这帮伪君子真畜生，表面上还为人民服务，实际上是为自己服务，为权贵服务。结果习近平这个上台后倒行逆施，搞什么共同富裕，就知道抢穷人的钱给富人花，私营企业都被你们整死了，马云、马化腾一个个被收拾的服服帖帖。近日，一名中国青年在 TikTok 上发布的视频疯传，他怒骂中共是流氓，屠杀人民，痛骂中共党魁习近平非人类，是独裁恶魔，呼吁要自由，要民主。该视频至少播放量近16万，数千条评论。有网友调侃，看来骂得挺受欢迎，骂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。3月6日 ，X 平台上一则时长7分多钟的视频中，自称叫郭小贵的小伙在视频中开骂：习近平脑子进水了还是咋的？有那么多钱摆在眼前不赚，非要搞什么闭关锁国，自绝于世界。当年邓小平还追到献媚美国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假装改革开放，而习近平完全是一个超级大傻帽，逆天而行，把中国拖向深渊。你们这帮共产党流氓贪污腐败，屠杀人民，监视老百姓，搞新疆集中营镇压香港、台湾，疫情期间瞒报死全球多少人？习近平，你这个独裁恶魔，肥头大耳的暴君，梦想当皇帝一辈子，毁了13亿人的人生。你们共产党就是一堆狗屎臭不可闻，早晚就被人民推翻，滚进历史垃圾堆里不是我郭小贵早就看透你们这帮伪君子，真畜生爆料你们肮脏的内幕。他说，中共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，14亿人被监控，他们就是现实的盖世太保。武汉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，害死了全球几百万条人的生命，还在那甩锅美国。习近平以为自己是毛泽东第2，毛泽东那老贼杀了多少中国人？8000万呢。中共镇压8964学生，搞一带一路骗人是国际骗子，欺负菲律宾、越南是海盗，设香港国安法逮捕民主人士。你们还迫害法轮功，非法做器官移植，卖肾卖肝，你们都下地狱吧。最后他呼吁朋友们醒醒吧，我们要自由，要民主，习近平下台，共产党解体，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，行动起来，推翻共产党，迎接民主的曙光。对此网友们纷纷点赞，这个兄弟真够勇的。不过也有网友提醒说，小伙子说的是实话，说得好。不过要是他还在墙内，那就太危险了。近日，辽宁抚顺小伙实名怒骂共产党和习近平。3月5日，自称崔恒的抚顺小伙透过 X 账号崔仁瑜发布视频指，本人被共产党迫害。他说，本人实名录视频诅咒习近平和共产党快灭亡，只有不停的反抗才会怕你，你越下跪，共产党就越觉得你好欺负。我这么天天骂共产党，共产党派出所还隔三差五打电话来维稳我。该账号注册信息显示，我叫崔恒，东北92年抚顺小伙，因22年底参加白纸革命以及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，抗争共产党，被抚顺公安拘留20天，现已逃亡至泰国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中共以宣传和暴力构筑起一套庞大的叙事机器，既欺骗人民，也试图欺骗世界。然而，所谓的经济奇迹的光环正在迅速褪色，大量年轻人失业，中年人被迫裁员，生活困境在各个阶层蔓延开来。当现实的压力真正落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肩上，中共的谎言便不再具有迷惑力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共的邪恶。如今的中国正处在巨变的前夜。你们知道中年失业有多惨吗？我今年38岁，大专学历，曾经的某行主管，年入35W，现在失业马上1年了。条件好的时候入手了3套房，如今沦为了彻彻底底的房奴。
还欠款200多个。如今像我这么大的年纪，几乎没有公司愿意提供月薪2万的工作。如果下周再找不到工作，我可能就要去送外卖或者送快递了，至少还能赚点生活费。博主说，他至今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会在一夜之间从所谓的中产阶级跌落成无业游民？难道真的要把房子卖掉，带着一家人回到农村老家，才能继续活下去吗？失业快1年了，我和老公终于下定决心摆摊创业。这段时间，很多人不打算做什么。其实我们也曾经犹豫过，是找份稳定的工作，还是放手一搏去创业。老公一开始想回北京找工作，但市场行情不乐观，本地工作工资低，1个月才3000多，连生活都勉强。开店加盟又需要几十万的启动资金，最终我们决定从摆摊开始，成本低，风险小，起码先迈出一步。摆摊不容易，选品、找摊位、学手艺，每一步都得精打细算。博主说，早上刚醒来就收到了大姐寄来的一大箱零食，都是她最爱吃的。到了晚上，当她和老公准备休息时，大姐又给她转来了2万元。那一刻，她忍不住落泪了，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家人一直在默默关心着他们。这2天，他们准备去外地学习一门新技术，为以后摆摊做准备。他感慨地说，幸福从来不只是财富和物质，更是家人之间的相互扶持，是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依然有人陪着你，一起咬牙往前走。这位博主和她的丈夫都已经40岁了，正值中年，却双双在深圳被裁员，一家4口一下子陷入无业的处境。我们家也从来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，也从来不点外卖，基本上每顿都在家里吃。我们家2个小孩只有晚上在家里吃饭，早上中午就只有我和我老公2个人在家，简简单单吃点，基本上花不了什么钱。晚上孩子们都在，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就做得丰富一点。一天的伙食费也就50-60，荤素搭配基本不重样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物质欲望。以前发了工资就想买衣服、买化妆品，买了就开心，可是现在也没有想买的了，买了也没有特别开心。该省该花，不是不花钱，而是花在值得花的地方。姐妹，你会因为挣钱而选择和老公两地分居吗？我老公失业1个多月，晚饭的时候闲聊，他说今天面试了一家深圳的高薪岗，意向还不错。我开玩笑说去呀，工资高干嘛不去？结果人家呢一句话给我整破防了。他说就算工资再高也不去，他不想缺席女儿的成长，更不想让我独自面对生活的一切，又上班又带娃，太辛苦了，慢慢找肯定能找到的。当时我听完心里暖暖的，是的呀，婚姻就应该风雨同行。博主说，武汉的工资虽然比不上深圳，但一家人能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生活。哪怕收入少一点，也有烟火气带来的温暖与踏实。换作是你，你会为了多挣点钱而选择和家人分居两地吗？老公失业后看得出来，他心情特别低落。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存款的家庭来说，突然失去收入，打击太大了。因为前几年买房，再加上装修，花光了所有存款，还欠了一些外债。现在突然没了收入，可想而知，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。但是作为你的妻子，我想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。谁还没遇到过挫折，一定要坚强。工作没了，咱可以再找。博主安慰老公说，我们一起走了这么多年，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，我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挺过去。现在的大环境本来就不太好，你别太着急，也别太往心里去。虽然房贷的压力摆在那儿，但这并不可怕。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想办法，这道坎很快就能过去。我在孩子和老公面前，真的竟然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我失业不到1个月，红包就突然买了这么多。当你没有了工作，没有了收入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一个女人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工作、家人、老公、孩子。像我结婚20年，我就工作20年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。但是当我这个时候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切都变了。博主说，当一个人没有了收入，在家里的处境往往会变得格外敏感。
连家里煮好的饭菜都不敢多吃一口，想买点什么东西也不敢开口，更不敢轻易花钱，总担心万一老公不高兴，来一句钱一分没挣，还花什么钱？她说自己失业还不到1个月，就已经感到很压抑了。我们家可能要喝西北风了，因为这事儿我跟老公已经冷战了2天，昨天没有更新也是没心情。前天晚上回来，他跟我说实在不想干了，年终奖也不要了吧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公司现在摆明了就在逼他离职，说前天开会的时候，领导说起最近的项目，竟然直接略过我老公，问新来的同事。新来的同事说我老公没有给他交代清楚，说他目前也不太了解项目的进展。这一番操作真是把我老公气着了，直接就把他挂在那儿了。工作明明最卖力，还落得一个没交代清楚的名声。博主说，老公下班回家后情绪很低落，一进门就告诉他不想干了，不想再在这家公司受气。看得出来，领导就是想让新来的同事取代他。他很心疼老公，但还是劝他先别冲动，因为现在还没找到下家，不能说辞就辞，不然房贷怎么办呢？老公说，你就关心钱，根本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。博主说，他也不是不理解他的委屈，只是成年人哪有容易的，做任何决定都得三思而后行，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位博主认为，夫妻双方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工作，因为这样容易引发矛盾，不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。就是发生在我身边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，就是我亲弟弟，他们俩就是在我们广东赚了一些钱，然后呢回四川老家那个开店，在一个镇上开店，然后呢竟因为经营不善啊，导致那个亏本啊，干了1年，还有2个孩子要养，然后呢两夫妻吵架闹矛盾闹离婚。所以说夫妻2个千万不要在一个地方工作或者做事，这样抗风险能力太小。今年我身边有5对离婚的，都不是因为感情问题，全都是因为物质问题。我是97年的，今年是我结婚将近第6个年头了，孩子也马上3岁了。我才发现，就是那种老公特别有钱，老婆不上班，在家全职带娃，被别人说成是丧偶式婚姻的，全都是胡说。就现实生活中，这种不但离不了，而且过得非常好。那些真正婚后过不下去，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的，全部都是因为手头的钱不够宽裕，车贷、房贷、养孩子、养家，各种琐碎的开销加在一起，就你们2个的感情再坚固都没有用，依然会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影响感情，就像《裸婚时代》那部电视剧一样，再好的感情也会败给现实。博主认为，婚后的幸福感90%以上都取决于经济基础。他觉得，只要进入婚姻的女生，大多都能理解这一点。他建议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小姐妹们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最好在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的前提下，再去选择爱情。因为现实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，有了基本的经济保障，感情往往也会更加从容和稳定。我有一个朋友嫁得特别好，然后结婚之后就是把工作辞掉了，就不上班。刚开始他结婚第1年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他都是很幸福的状态。我们就是黄个脸，天天加班很痛苦。他就是说啊，带小猫去洗了澡，给小狗剪了一个新的发型，去吃什么饭，干什么干什么，整个状态就很幸福。我们特别羡慕他，就说哎呀，什么嫁得好就是好，改变阶级也不用去上班，太舒服了。博主说，结婚第2年后，这位朋友就向她倾诉，丈夫开始时不时对她表达不满，不是嫌家里卫生做得不够好，就是说今天的饭不合她的胃口，还暗示她应该出去上班。她自己也觉得，也许还是应该去找一份工作。毕竟，如果有一天2个人的感情真的出现了裂痕，她至少还能有一份依靠，不至于一下子陷入无助之中。兄弟们，大事不妙了！我的老婆啊，她失业了。那么我老婆呢，她是84年的，今年41岁，我43，对不对？她其实在4月初就失业了。她在失业之前的话，她是做会计的。那么在佛山这边，她的工资啊，可以拿到8500一个月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薪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她失业之后，真的连一份相应的工作都找不到。博主说，前段时间他老婆去面试，听到工资只有4、5千，就立刻打了退堂鼓。但在博主看来，如果一个家庭只有男人一个人在挣钱，
这样的结构其实非常脆弱。4、5千的工资虽然不高，但也可以先干着。现在的就业环境本来就不容易，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很难得了。姐，婚后没有工作，老公会嫌弃你吗？我朋友法政系统工作的，他给我说了一个数据哈，全职在家的女性被离婚的超级多。无论你把饭做得多好吃，地板擦得多锃亮，没用。而且离了婚，自己辛辛苦苦带的孩子的抚养权都得不到，因为你没有工作，不具备养育孩子的条件，孩子也不会给你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